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诚意沉香如屑登热搜，40集大剧将播，但观众只担心一件事。正在热播的《风起陇西》拿到了亮眼的口碑成绩，但这部剧作的热度和收视表现差强人意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古装谍战题材的作品受众群体有限，一部分观众不喜欢这种烧脑的剧情，再加上整体的画风较为灰暗压抑，很难让观众觉得放松。相比之下，古装题材的作品依然是以偶像言情更为讨喜，且是《天下与君初相识》等作品虽然口碑不济，但热度抢眼。这类重点呈现男女主角感情戏的作品，对观众没有设置门槛准入要求，可谓男女老少皆宜。在接下来的一众待播剧作中，古装偶像剧仍旧占据着很大的市场，例如肖战主演的《玉骨遥》，白鹿主演的《长月烬明》，以及杨紫主演的《沉香如屑》。而这些待播剧作中，有望最早与观众见面的是《沉香如屑》，剧作拿到许可证后登上热搜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网传这部剧作将于2季度播出，很快就要与观众见面了。对于这部在开播之前就争议不断的剧作来说，观众的期待值之高不低。在重重压力和争议之下，沉香如屑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品质，让人难以预判。沉香如屑并非是一部小体量的作品，40集的长度可谓刚刚好，不会让观众看得不过瘾，也不至于因为剧集冗长而有注水的嫌疑。随着这部大剧将播，两大看点给观众吃下一颗定心丸，但观众只担心一件事：01。第一，杨紫加程毅，颜值与演技齐飞。杨紫和程毅的合作必然是众望所归。虽然这部剧作最初定下的女主角并不是杨紫，但作为古偶剧专业户，杨紫与这类题材的适配度同样堪称满分。她将在剧中饰演颜旦一角，其设定是上古一族四叶汉旦，自古全身都是医药至宝。四叶汉旦是双生花，还有与颜旦同为姊妹的芷溪，不过颜旦是善良的白莲花，而芷溪却是黑莲花。不需要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的杨紫，能够更专注于演绎一个角色。从预告片来看，她的演技依然让人代入感十足，尤其是双目含泪的哭戏，更是我见犹怜。程毅将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，饰演唐周和应渊，单是从扮相上来看就很容易区分。而程毅早前也出演过《琉璃青云志》与《军歌》等作品，尤其是《琉璃》更是成为了一部现象级的爆款，也助力程毅出圈。他与古装剧的适配度同样很高。论演技，程毅在《山河月明》这部剧作中饰演的少年朱棣很能够说明问题，即便是面对陈宝国、张丰毅这样的老戏骨，他也能够接得住他们的戏，因此一人分饰两角只会让程毅有更大的发挥空间。杨紫的演技自然也不需要观众担忧，毕竟一部香蜜沉沉烬如霜已经让杨紫的演技封神。放在古装剧市场上，杨紫足以吊打一众古装剧中的女主角，出演拿手题材必定是驾轻就熟。02。第二，服化道再现，满足观众视觉期待。如今不少古装剧作因为服化道和整体置景以及特效等问题而被吐槽。杨洋、赵露思主演的《且试天下》，服装就是一大减分项，渐变色的古装，如果不是因为有杨洋的高颜值和完美仪态支撑，劣质感会更加明显。还有各种丑到让人没眼看的发型，比如关晓彤在《凤求凰》中的缝纫机头，迪丽热巴在《长歌行》中的龙须刘海，都让人一言难尽。而早前赵丽颖、王一博主演的《有匪》则是在置景和特效上给剧作拖了后腿，包括如今的古装剧，往往都在造型上千篇一律，也失去了独特的辨识度。好在沉香如屑并没有出现这类问题，单是从目前放出的物料来看，
剧中一众主角的服化道再现，即便是配角的服饰造型也是质感满满，甚至还因为人物设定的原因，使得一部分配角的造型比女主还要更为华丽。杨紫饰演的颜淡在剧中的造型看起来更加仙气，一身白衣造型，妆容淡雅，且头上没有多余的装饰，仅只是用简单的发饰装饰，不但凸显了演员自身的颜值优势，也与颜淡是莲花精的设定完美契合。而一身粉色衣衫的造型也并没有劣质感，即便是这种高饱和度的颜色，也因为配合了同为粉色的发饰和流苏飘带，让杨紫看起来更加灵动，精巧的编发颇有少女感。过去的古装剧在展现人物拥有仙气的一面时，往往都是采用素白色的衣衫，不敢在服装上加上其他色彩。但《沉香如屑》中主角的造型却更为多变，倾向于利用颜色合理搭配，尽可能的走极简风，但又不失匠心的精巧制作。程毅一人分饰两角，在造型上也有明显的差别。饰演唐周一角时，服饰颜色更深，但高扎的发髻却凸显了他的少年感。而一身白衣造型的应渊，搭配白发，则给人一种清冷疏离的既视感。这样的造型，程毅也能够轻松驾驭，更加凸显了他的颜值优势。不过，从目前观众的反馈来看，最为担心的是这部剧作究竟是使用演员的原音还是配音。很明显，相较于泛滥的配音，观众更希望听到演员的原声。从程毅、杨紫早前推出的剧作来看，台词功底过关，原声并不会让人出戏。因此原声更加符合观众的期待，且能够让《沉香如屑》与其他的同类型作品区分开来。观众之所以抵制用配音演员进行后续的配音，主要是因为太多剧作选择的配音演员都是同一个人，比如《笑傲江湖》中的令狐冲、《古剑奇谭》中的灵月、老九门中的张启山、《楚乔传》中的宇文悦，以及《陈情令》中的蓝忘机，皆是配音演员边疆完成后期配音。而《神雕侠侣》中的小龙女，《笑傲江湖》中的东方不败，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中的白浅，则是由季关林完成配音工作。这些观众熟悉的声音很容易让人出戏，不及演员的原声更有质感，而且杨紫和陈毅的原音又是经过荧幕考验的，使用原音也会为剧作吸引更多观众。